把头伸进粒子加速器会怎么样啊？曾经被粒子加速器爆头幸存的科学家，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上世纪的80年代，俄罗斯的一位物理学家布格埃斯基，他在工作的时候就不小心被高能质子束直接穿过了头部。可令所有人惊奇的是，他竟然活了下来，这左脸像被冻龄了一样。那么多少年后，看起来比右脸还要年轻。1932年的6月25号，布格埃斯基出生在俄罗斯。1978年在普罗特维诺高能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员。这个研究所当时有一个质子加速器铀70跟今天 LHC 做着同样的工作。1978年的7月13号，布格埃斯基跟往常一样对这个加速器进行检查和维护，但他忘了打开安全装置，就将头伸进了加速器的圆环当中。就在这个时候，加速器突然启动，在一瞬间就被圆环内的高能质子束击中了头部。由于质子比原子小了很多，所以高能质子撞击人体并不会发生我们在宏观世界看到的那种机械碰撞，就会瞬间穿透人体。当时质子束从布格埃斯基的左后脑进去了，然后从这个鼻子的左边出来的。在一瞬间，他并没有觉得有任何的疼痛和还有不舒服的情况只是看到了一个比太阳还要亮数千倍的闪光。这个闪光其实是高能质子在穿过头部的时候，在液体中超过光速所产生的切伦科夫辐射那在核反应堆中，我们看到了蓝色辉光，就是这种辐射。其实在早期核物理刚起步的时候，大家对放射性的危害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比如研究放射性元素的居里夫人，她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她手里拿的那个东西会危害生命的。所以一开始物理学家经常会用一种特别土的办法、特别危险的办法来判断粒子加速器中有没有高能粒子，就是用眼睛看。不过你需要闭上眼睛，当高能粒子穿过你的眼球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切伦科夫辐射，你就会看到一道这个蓝色闪光。由于当时高能粒子的能量还没有今天这么高，所以产生的辐射伤害都是非常微弱的，都是慢性的。不少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就得了癌症那最后才知道原来是电离辐射惹的祸。所以当粒子的能量越来越高以后，这种土办法早就被禁止了。那么当时布格埃斯基就被送到了俄罗斯的一家医院治疗，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可能活下来，并且还准备把布格埃斯基作为研究这个实验对象来研究辐射对人体产生的影响。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布格埃斯基的情况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坏那么在往后的几天里，他的左耳先失去了听觉，左边的脸在浮肿之后就开始脱皮了，也慢慢的失去了知觉。还有他经常会感觉到很疲劳偶尔会有癫痫发作，但在2年之后这种现象就没有了。这最为神奇的一个副作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布格埃斯基的右脸明显苍老了很多，布满了皱纹，但他的左脸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像被冻龄了一样。那么直到今天，布格埃斯基还活得好好的，依旧在从事科研工作他的大脑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也没有落下其他的这个后遗症这确实非常的幸运。因为质子束所携带的能量非常的大，我们知道粒子加速器跟这个车祸现场是一样的，它会先把2个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速度，然后让2个粒子发生碰撞。那么在碰撞的一瞬间，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就会被释放出来，比如2个汽车相撞，里面的螺丝齿轮各种零部件就会飞得到处都是。我们只要探测寻找这些东西，就能够知道汽车的组成成分了，对吧？那么其次就是当2个粒子相撞以后，还会释放出巨大的一个能量这些能量会通过 E=mc 的平方创生出相应质量的新粒子这就是高能物理所经常干的事情，不断的撞击高能粒子，不断的提高碰撞时候的动能，不仅能让我们发现可能存在的新粒子，还能让我们发现可能存在的新的物理规律，对我们理解物质的组成以及运行规律至关的重要。那么目前世界上最强的粒子加速器就是欧洲的大型强磁对撞机，它加速的粒子是质子。由于质子带正电，所以科学家就可以通过一个不断变化的电场来给质子加速。由于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时候，会受到一个与运动方向垂直的洛伦兹力这就会使得带电粒子做这个圆周运动。所以科学家会利用一个随着带电粒子运动速度增加的磁场，来将这个质子控制在大小不变的圆环当中这就是粒子加速器的一个基本原理那目前我们可以将质子加速到299,792,2455米每秒，那这个速度只比光速少了3米每秒，可以看出这已经和光速差不多了，对吧？但就是这3米每秒的速度是我们人类永远都无法越过的鸿沟，因为这是相对论所不允许的，我们只能无限的逼近光速无法达到甚至去超越光速。一个接近光速的质子所拥有的能量高达7万亿电磁伏特，那么穿过人体所带来的辐射剂量可以达到30万拉德，500到600拉德的辐射剂量就可以让一个人在短时间内丧命的。所以说高能质子穿过人体的时候所带来的电离辐射十分的致命，它可以破坏化学分子，甚至可以电离原子，从而破坏细胞结构、蛋白质，甚至是我们的 DNA。
所以人们至今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布盖斯基会幸免于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所遭受的损伤都集中在了一个单一的非常小的区域，并没有像其他的辐射案例那样，让整个器官大范围的整个人体都暴露在了辐射当中。或许是他的运气很好，因为高能质子并没有穿透大脑这个要害区域，比如这个海马体还有这个额叶那么另一方面，有专家认为，质子束对人体不同部位的反应是不同的。由于这类事故极为的罕见，所以确实没有更多的案例来研究质子束对人体不同部位的影响。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我们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